学 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高品质全程面授教学，0元入学，2周免费试听。大家好，今天我们主要学习 AI 软件基础工具画笔工具的应用。我是今天的主讲人安宁。那我们需要打开 AI 软件来看一下画笔工具在哪里。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给舞台去添加一个直线，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直线段的一个属性。在属性栏的位置，它会有一个填充，它会有什么描边，然后有描边的类型。那么在这里，它会有描边的粗细以及端点描边的一个边角，以及描边的一个对齐方式，以及虚线是否还有一些箭头之类的。然后接下来是我们描边的一个类型，例如说我们可以把描边的线条变得粗一点，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想绘制中间粗两边细的线段，还是一个半弧形的一个线段。这里面是描边的一个类型。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画笔。那在 AI 当中的画笔，它并不像 PS 的画笔应用的那么广，但它可以结合我们去绘制出来更多的一个炫酷效果。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例如说我们的画笔现在选择5点圆头，那么大家会发现我的这个线段周围是干嘛了？变圆了。那我把线段开起来，周围是不是变圆了？那如果我选择15点圆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这个线段变起来更粗了，对不对？那么在这里面还有一些拖把效果，或者说是牛仔布连接的一个效果，以及我们的一个羽毛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制作一点古风类的 logo 的时候，可以去选择用这个画笔，那它是非常非常符合我们一些古元素的。那今天我们主要绘制的是一个指纹，那大家来看，这一个指纹和我们之前绘制的指纹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都指纹，对不对？那只不过这种指纹是偏向于移动端的绘制启动 icon 图标。那么之前绘制的那种指纹来讲，它就是比较干嘛的？比较偏平面的。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想，这个指纹来讲，它是用什么去绘制的？今天呢，我们在这里面用一个什么去绘制呢？用一条直线绘制。选择一个直线工具，在舞台上面去添加直线工具，然后我们去给直线一个描边，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去选择描边面板，然后我们可以给它添加虚线。那么虚线来讲，它是有2个样式。那么在这里面是第一条虚线的长度中间间隔了多少，然后第2条线段的一个长度是多少。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例如说我们的这一个线段，它应该第1条线段的长度为20，间隔了2，然后中间第3条线段的长度为25，中间又隔了2，然后我们将它进行一个复制，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去把我们的这个虚线去调整一下。例如说我想让它的间隔大一点，然后第3条线段可以让它干嘛？少一点。摁住 Alt 键将这个虚线进行一个复制，再选到描边面板里面。这个时候呢，我让它的第1条线段稍微短一点，间隔再大一点，比刚才要大一点，线段都短，大一点。然后我们可以摁住 Alt 键将它进行一个复制。复制好了之后呢，我们还是要调整它的描边。例如说我可以让它的间隔大一点，当然这个间隔是可以随机的，看大家自己的一个喜好喜欢，小一点。我们再摁住 Alt 键将它进行一个复制，拖拽。描边里面我们去给它更改，这个时候我让它这条线都很小，第3条线长一点，有吧？然后我们将它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让这条线最开始的时候也很小，然后后面很长就可以了。在这里面我们框选最后一条线，将它向上移动，然后呢选中所有的线条，先让它左对齐，然后干嘛呢？垂直居中分布。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选择描边，然后让我们的端点为什么？为源头就可以了。让我们的端点为源头。大家来看，这个时候端点是不是就为源头了？接下来我需要把我的画笔摁住 Alt 键进行一个复制，然后我们要给它拖拽到哪里呢？拖拽到画笔当中来。哎呦，选中我们的画笔，将它拖拽到我们的画笔里面来。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将它进行了一个定义画笔，定义的是什么呢？艺术类的画笔就可以了。确定。好，我先把这两条线段去挪到一边啊。然后大家来看，在这里面，这个指纹，我们的手指来讲，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偏圆柱的形状，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用一个什么？圆角矩形去绘制。那用圆角矩形绘制之后啊，我将我的描边虚线取消掉，然后我让它的圆角稍微大一点，圆角稍微大一点。这个时候我可以选择描边去把我刚刚放到画板当中的一个艺术画笔去填充上。这个时候大家看，那它是不是里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画板形状啊，对吧？那我可以干嘛呢？现在这个手有点飞，我们选中它，去将它进行一个调整。选中锚点，1、2、3，好的，这面也是一样的，向里面去调整3个，1、2、3。哦，这里面我是通过键盘位移的一个方式去调整的。那我可以在这里面让它成为一个正圆就好了。然后接下来手掌这里面啊，我再去给它添加一根线。那例如说，我可以拿过来一根线，摁住 Alt 键进行一个复制，然后让它干嘛呢？垂直方向翻转一下。我去选中它的一个点，然后摁住 Shift 键将它进行一个什么？调整，让它没有这么长就好了。好了，选中两个图形，然后我们在这里面让它们进行一个居中对齐。刚才我选的是什么？图形里面的这几个点啊，那我要选中整个物体啊，然后加这个物体，将它们进行一个居中方向的一个对齐。我中间的这个物体还是稍微有点长啊。为了方便调整，我可以 Ctrl+2 将它进行一个锁定。Ctrl+Alt+2 将它进行一个解锁。移动工具过来框选，将它再次进行一个对齐。那如果大家觉得中间的这个间隙比较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调整。例如说，我们去选中最外面的一条路径，将它变得稍微干嘛？细一点。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小白去框选出它的点。摁住 Shift 键加选，1、2、3、4、5。1、2、3、4、5，好了，就是我们通过小白去移动点就可以了，全部选中，再一次给它做一个居中对齐。那大家来看啊，目前呢，我现在的这个形状，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这个藏蓝色，对吧？有点偏蓝色的一个形状。那好，我在这里面呢，去给它绘制一个正圆。这个正圆我让它是填充。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形状选中，拿过来，
让它的颜色变成一个什么颜色呢？白色。选中这个形状，颜色更改为白色，确定。退出隔离模式。这样大家会发现，我去更改颜色，其实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所以这个时候别看我们现在看到它有很多的线段，但是我们 Ctrl 加 Y 来看，它的一个实际路径线还是一个什么？还是这样的一个圆角矩形啊。那么我们要选中这个形状，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将它进行一个什么扩展？在对象下面有个扩展外观，看到了吗？扩展外观。当我们扩展外观之后，可以在这里面给它添加一个白色。那大家来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了？然后我们 Ctrl 加 Y 来看一下它的路径线。那这个时候它的路径线也由一个圆角矩形变成了我们刚才去给它添加的这个画笔这些路径啊。好了，这个时候我把这个形状整体至上顶整体全部选中 Ctrl 加7。Ctrl 加7叫什么呢？叫做剪切蒙版。那也就是什么概念？假如说大家来看啊，我在随便拖进来一张图片，拖进来图片我们要点到一个什么嵌入，对吗？然后我们把图片给它干嘛呢？缩小。那假如说图片缩小，那我只想让它去显示某一个范围，那我们可以假如说我只想让这个形状显示到什么呢？显示到我的这个矩形当中来啊。那我绘制出来一个矩形，矩形要是一个什么呢？填充，白色的矩形填充，两个图层全部选中，然后 Ctrl 加7，或者说我们鼠标右键建立剪切蒙版，快捷键是 Ctrl 加7。那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置于顶的这个图层，它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路径、复合形状，或者说是文本对象。图片它是不可以置于顶的，这就是我们在 AI 当中的一个剪切蒙版。那刚才这个图片我已经剪切好了，那大家看不到也是正常的。好，那我把这张图片放过来，将它进行一个缩小 ，Ctrl 加2锁定，然后在这里面呢，我可以绘制一个什么正圆，然后这个圆呢，我让它是一个有填充的圆，让它调一个藏蓝色就好了，缩小一点。然后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图形给它干嘛呢？拖拽过来，这个剪切蒙版拖拽过来，看不到，将图层置个顶，两个图层选中，将它锁定，选中了之后，我们可以让它做一个什么居中对齐啊？居中对齐。来看，现在来讲就有我们的这个指纹了。那这个指纹，如果大家觉得它是纯色不好看，那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指纹选中。我们可以给它干嘛呢？给它一个填充，给它一个渐变颜色进行一个填充。大家注意，我们要给它的是什么？描边，填充不给。好了，那有渐变，那我们在这里面找到渐变的面板，那我可以随便在这里面去填充一个颜色，在这里面选择 RGB 或 SSB 都可以啊。颜色让它亮丽一点吧。然后第二个颜色呢，让它往紫色走一点，厚度高一点。然后我们可以退出这个舞台上面来。大家来看，在这里面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形状？那同样的，中间这里面形状没有变换，是不是就不好看？好了，我先选择这个剪切蒙版啊，然后我们将它的角度去调整一下。可能我还要再去调整一下它的这个位置，让青色也能露出来一点点。好的，然后选择这个直线工具，然后也可以给它一个什么渐变，对吧？给它一个渐变就好了。
然后再一次，我们可以将这个图形外面去给它在效果里面，可以给它风格化，去添加一个什么呢？外发光。至于外发光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大家可以凭自己的喜欢去做一个调整。当然，你也可以给它去做一个什么预览。色不够黑。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就会有一个外发光的一个图层出现啊。那在这里面就是这个画笔的一个定义啊。那其实我们在 AI 当中做到字体设计的时候，也经常会用到这种笔刷，画笔的笔刷去做，会更加方便以及快捷一点。那今天的这个小案例大家学会了吗？